哎呀，我的天！高考作文这事儿，每次聊起来都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让人心情复杂。尤其是今年全国一卷那道题，老舍、艾青、穆旦三位文学巨匠的引文，瞬间就把互联网给点燃了。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，我琢磨着，这作文题那是考文采，分明是考我们这些孩子在思想的牢笼里，能把抒情演得有多炉火纯青啊！你想想看，当法国高中生在考场上笔走龙蛇，挥洒着对自由意味着什么，或是个体如何在社会中保持尊严的深刻哲学思考时，我们的孩子呢，却在那些引导性极强的抒情作文里小心翼翼的绣花。这对比简直是刀锋般锐利，一下子就刺破了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表象。我总觉得我们的作文题目啊，就像一个巧手匠人，正在一丝不苟地编织一张看不见的网，一张远离现实、剪掉了逻辑翅膀的精致牢笼。它温柔地鼓励着一种矫饰的、无害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着点撒娇意味的表达。它似乎在低语：来吧，孩子，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把情感拧成一股股华丽的麻花，但千万别去碰那些冰冷的事实，别去触碰那些生锈的逻辑链条。那一刻，我常常在脑海中描绘一个画面：考场上，万籁俱寂，只有笔尖沙沙作响。你一个17、18岁的少年，看到老舍、穆旦、艾青这三个名字，心头是不是瞬间像被一块巨石压住？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承受凌辱，最终沉湖自尽；艾青被打成右派，在劳改中蹉跎岁月；穆旦的后半生也在压抑中度过。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灵魂，都曾为了信仰和尊严，在时代的巨浪中苦苦挣扎，痛苦地做出选择。可你敢写他们背后那真正的沉默与痛苦吗？你敢去描绘那些迟来的正义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敢，你根本没得选。你的笔尖仿佛被无形的手牵引着，只能去歌颂他们如何燃烧自己，点亮时代，只能去赞美他们以笔为荣，为大众放歌，只能去呼吁我们要铭记历史，延续他们的精神。一篇被判为优秀的高考作文，它绝不是你深思熟虑、独立判断的结晶，它更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策略，一种精准拿捏分寸的话术。说白了，我们哪是在表达自我啊？我们分明是在下注，赌的是出题人到底想让我们写些什么。那些答卷，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在应试教育日复一日的模板化训练中，从记忆深处挖出的最保险的套路，千篇一律，丝毫没有个性。所以你读到的那些优秀作文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逻辑那是他们最稀缺的奢侈品。这绝不是我危言耸听。你看看那些年年都能火出圈的法国高考作文，他们会让考生去探讨自由意味着什么，去剖析个体如何在社会中保持尊严。再看看新加坡，他们的考题会直接触及社会民生，比如一个国家是否应该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，或是科技能否真正解决废物处理这样接地气的问题。就连美国的 SAT 都显得那么直截了当，让你去思考什么是勇气，或者如何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。这些题目，他们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，它的高分完全取决于考生思考的深度以及逻辑的严谨性。他们就像一双双有力的手，正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，帮助他们培养正确的价值观，从根源上杜绝那些可能萌芽的反社会人格。可我们的孩子呢？写作文时被要求引经据典，被要求慷慨激昂地抒发情感，却唯独极少触及缜密的逻辑论证。明明是议论文的题材，却更强调评议的评，而彻底忽略了论证的论。因此，我们总能在题目里看到那些熟悉的、让人发笑的要求。这段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啊？请结合你的体验和感悟，写一篇文章啊。瞧字里行间，满满都是感性和主观的召唤。反观其他国家的写作，
他们强调的是学生们哲学思辨的能力和逻辑性，核心考察的是对一个特定命题的论证过程。这个过程可不是你光靠联想和体悟就能完成的，它需要你调动起诸如简单命题、推理与或非、蕴含、悖论等等一系列复杂的逻辑学原理。这哪里是临时抱佛脚就能练就的本事，分明是需要大量阅读哲学与逻辑学经典作品，日积月累才能形成的思维肌肉。更让人心痛的是，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逻辑学这门学科就已经从课本中悄然隐去了。老师们不再教授学生如何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，而是更多的引导孩子们去写那些空泛的感悟和体会。结果就是，我们的学生从小就缺乏逻辑学和哲学素养的训练。这种缺失的后果，就像一颗被遗忘的种子，在社会土壤里生根发芽，最终结出沉重的果实。一个没有逻辑的人，在今天的社会里，真的会给我们的交流、我们的决策带来灾难性的负面影响。你看我们如今的社交媒体上，那些诉诸情感、诉诸权威、诉诸暴力、非黑即白的交流方式，不正是背离逻辑的狂潮泛滥成灾吗？它们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理性，搅乱着秩序，让人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我心目中真正的文学，它理应充满个性与张力，像野草般顽强生长，像风暴般席卷人心。而真正的写作，也本应是对作者独立思考与逻辑能力的完美展现。它是一场灵魂的搏斗，是一次思想的远征。可我们的高考作文呢，还在不厌其烦地要求学生撒娇，用最华丽的词藻去包裹那些空洞的情感，用最廉价的感动去替代那些深刻的反思，用对苦难的赞美去遮掩对苦难根源的追问。我们实际上在培养一种选择性失明，一种思维上的惰性，让孩子们习惯于避重就轻，习惯于活在粉饰太平的假象里。难道我们的高考作文就不能彻底跳出那些条条框框，改得直接一点、锋利一点吗？比如就简单的问一句，你认为教育是为了国家还是个人？请写出你的观点。你看多直接，多干脆，这才能真正考出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逻辑构建能力啊！在我看来，高考作文的真正目的，它需要培养的是那些具备理性精神和逻辑思维的表达者，而不是那些不会出错、只会重复的复读机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再稍微展开聊聊这次作文题里提到的3位作家吧，特别是穆旦先生。很多网友都说对他很陌生，或者只闻其名不见其人。穆旦原名查良铮，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诗意和传奇色彩。他是6岁就会写诗的天才儿童，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，更是史上最传奇的豪门赘婿，金庸先生的堂哥。而且他通过翻译把普希金、雪莱、拜伦等西方经典引入中文世界，那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啊！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他放弃了美国优渥的条件，满腔热血地回来报效祖国，却蒙冤21年，被安排扫厕所、蹲大狱。他的诗稿也被一把无情的火烧光，59岁就含冤离世。你能想象吗？1937年，他为了求学，步行3000里去西南联大，路上背着一本厚厚的英语字典，背熟一页就撕掉一页。走到昆明的时候，那本字典都被他撕得精光。没想到偶然学来的流利英文，竟然成了他后来报效祖国的武器。1942年，日军打进西南，24岁的穆旦毅然放弃了西南联大留校任教的铁饭碗，加入中国远征军做随军翻译。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大撤退中，他与大部队走散，他踏着无数战士的累累白骨，独自穿越原始森林。中途他得过疟疾，也被毒虫咬过，最惨的时候8天没吃东西，几乎没有人能活着走出那片魔鬼般的森林。可穆旦却在雨林中煎熬了5个月，奇迹般的走到了印度。回国后，他却成了无业游民，只能打打杂工。
命运就是这么奇特，偏偏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他爱上了一位豪门千金。1946年，穆旦和大企业家周书涛的女儿周宇良相恋，女友斥巨资赴美留学，他却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。为了追随意中人的脚步，穆旦拼命赚学费，终于在1949年自费到芝加哥留学，在他乡和周宇良完婚。婚礼上，妻子穿着一袭优美的旗袍，而穆旦却只穿了一件旧西装，连蛋糕都是大舅哥买的。可妻子从不嫌弃他穷。1953年，夫妻二人毕业，他们拒绝了美国的高薪工作，马不停蹄地回国。在南开大学当副教授的穆旦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代，他一口气翻译了文学原理等多部教材，诗歌创作也像井喷一样爆发出来。然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1958年，穆旦不幸被戴上帽子，他被安排去洗厕所、扫澡堂，10几年不准写诗。他家徒四壁，房子和诗稿被一把火烧光，妻子受牵连被关了半年，4个年幼的孩子被学校开除，前途尽毁。被禁锢17年后，穆旦才恢复自由，一口气写出30首诗。可他的4个孩子却实实在在地毁了，有的当农民，有的当工人。为了补偿儿女，他连夜为他们找好单位，不幸摸黑摔断了右腿，医院却拒绝为他治疗。看着妻子哭肿的双眼，穆旦安慰道：“等我好了，带你去黄山玩。”可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。1977年春节，穆旦突发心梗去世，年仅59岁。临终前，他写下的诗句句泣血，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，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，只见他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。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。直到他去世，穆旦都背负着骂名，没人当他是诗人学者。1979年，诺奖得主李政道回国，才知道好友已经含冤去世2年。他想悼念，却被穆旦的妻子周宇良拒之门外。不见你是国家的贵客，我们什么身份？配吗？李政道痛心不已。终于在去世2年后，穆旦于1979年被平反。2001年，穆旦诗集出版，他终于以诗人的身份被国人熟知。他翻译的《唐璜》也是目前公认最好的中文译本。这就是穆旦，无需和谁比，他已足够闪耀。可他再也看不到他这一生到底有多辉煌了。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艾青先生。他本名蒋正涵，浙江金华人。这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孩子，原本的梦想是当画家，留学法国学的是油画，却因为一本诗集而改变了自己一生的轨迹。他在巴黎偶然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，那一刻他像是发现了命运的入口，从此一头扎进了文字的世界。1932年，艾青在国内出版第一首诗《大堰河》。我的保姆，那字字泣血的诗句是为下层劳苦人民而写。他也因此被当局以宣传赤化思想的罪名判刑入狱3年。3年的牢狱生活，他却笔耕不辍，写下了裘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时代的心。这些诗不是高台上的吟咏，他们是地底深处发出的呐喊啊！抗战期间，他走遍大江南北，从延安到重庆，从桂林到大后方。他在战火下写诗，也在流亡中教书。哪怕穷到住破庙、吃野菜，他也从不停止写诗，因为他坚信中国需要诗，需要那种能把漫漫黑夜点亮的语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是人民代表，是作协理事，是诗刊主编，更是被誉为新诗教父。他写下向太阳我爱这土地光的赞歌，无数青年因为他的诗而燃起了理想的火花。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，郭沫若先生称他为民族的诗人。可是啊，命运似乎从未真正厚待过这位血光的诗人。1957年，他被打成右派，发配到新疆劳改。那片茫茫戈壁滩，他一个文化人，白天挖土种田，晚上却只能给牛写诗。在那片寸草不生的地方，他靠着背诵自己的诗熬过了整整20年啊！1979年春天，艾青终于平反了。他已经快70岁了，白发苍苍，
却一口气写出了《归来三部曲》，复出归来的歌北方，每一首诗都是用时间、用信仰、用他的骨血写成的。他说，为人类写作，为祖国写作，为人民写作。晚年的他视力衰退，却仍然坚持每天写作3000字。他写道，眼睛几乎看不见，手也握不住笔。有人问他后悔吗？他说不后悔，因为诗人不是职业，是命运。1996年5月5日，艾青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6岁。他临终留下的话是：我爱这土地。那也是他一生诗歌的主旨，最深沉的告白。这就是艾青，一个用自己的一生点亮黑夜的诗人。他的诗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温暖的灯火。最后，我们再来谈谈普罗大众最熟悉的老舍先生。他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一生都没走远过那口充满京味儿的胡同腔。可就是这位地道的北京人，用他那支生花的笔，让全中国都认识了骆驼祥子的辛酸命运，也让全世界知道，北京不只有那些巍峨庄严的宫墙，更有街头巷尾那些活生生的人间烟火。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，被誉为人民艺术家、语言大师。他是第一位获得北京市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，也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啊。他笔下的人物不高大、不完美，却都带着骨头里的倔强和浓浓的人情世故，这不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吗？抗战爆发，北平沦陷，老舍先生带着一腔热血远赴重庆，在那个最苦涩的年代里，写出了最动人的抗战作品。他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一口气写了《四世同堂》《赵子曰》《神拳》《古书异人》等上百篇作品，简直是名副其实的笔杆战士。而这一切都是他自掏腰包，自愿一写，1分钱稿费都没收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老舍先生欣然回国。他是北京文联主席，是中国作协副主席，是那部传世话剧《茶馆》的作者，更是话剧改革的开山人。可谁曾想到，这位满怀赤诚拥抱新中国的作家，最终却被这个新中国吞噬。那场特殊时期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席卷而来，老舍先生被打成反动文人，被迫剃阴阳头、穿高帽、游街批斗。1966年8月24日，他在北京太平湖畔留下自己的眼镜、手表和一封没写完的遗书，纵身跳入湖中，以一种沉痛又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62岁的一生。他的尸体3天后才被发现。那一年，他刚刚写完郑红旗下的前3章，却再也没有机会写完那个他最钟爱的奇人世界了。直到1978年，他才被正式平反，茶馆重新登上舞台，观众们起立鼓掌，5分钟不息，掌声雷动。有人说，老舍先生走得太早了，不然诺奖早就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但也有人说，正是他走得那么沉痛，才让这个名字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，成为了一道永远无法被抹去的历史印记。老舍，一个站在语言最深处的平民作家，用一生写尽了国难、家破、人情、尊严。他终其一生都想当个普普通通写字的人，却被历史高高举起，也被历史重重砸落。他就是老舍，一个永远站在人民这边的作家。他的文字，他的生命，都在诉说着真相永远比虚伪的抒情更重要，逻辑永远比空洞的煽情更有力量。所以你看，这3位作家，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都是一步步活生生的历史，充满了挣扎、痛苦、奉献与牺牲。而当他们的名字被放在高考作文题目里时，我们却只能隔着一层薄纱去抒情、去赞美、去歌颂，而不敢触碰那些最真实、最深沉的苦难与反思。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教育中需要批判性思维的缺失，以及对逻辑和真相的回避吗？高考作文的意义不应该仅仅是选拔，更应该是引导啊！引导学生们去思考真实的世界，去构建清晰的逻辑，去拥有独立的人格，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在牢笼里用华丽辞藻进行撒娇式表达的工具。
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思考、真正表达的下一代，你说是吧？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。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